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我要做这个就是素食的nasi lemak，或者说是素食的椰浆饭。椰浆饭在马来西亚到处都可以吃到，就是素食的nasi lemak呢会比较少，所以呢这次我就介绍这一份食谱，就是素食的nasi lemak。现代人呢都很喜欢说吃的比较健康一些，所以呢如果自己可以在家做这个三把，自己做这个nasi lemak的话，其实也很不错的。在这个配方里面呢，我用到都是比较大自然的一些材料，就是在超市也可以买得到的。这做法呢，比起普通的三把呢，其实比较简单一些，至少呢就是不需要去处理葱头还有蒜米的部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素食三把是怎么样制作的。关于这辣椒干呢，我预先就已经把它切好了，已经把种子清理干净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辣椒干用清水冲洗干净。冲洗好的辣椒干呢，就放在一旁待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处理这些其他材料，就是把它切成小块，或者是把它清理干净。先把这个姜处理干净。由于素食的这个配方呢，就是没有放那些蒜米啦，还有洋葱，就是小葱头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增加其他的材料，比如说这个姜呢，就比平时的姜多放一些，还有加入这个番茄。既然我们都需要把这些材料放在搅拌器里面搅拌，所以呢，这些姜就不需要说切成很碎，这样看我们搅拌器的能力到什么程度。接下来呢，就把香茅切碎，先清洗干净。基本上这种香茅呢，我们只需要前面大概2-3寸左右，后面都不需要的。所以呢，后面都把它切除掉。如果你喜欢香茅的味道的话，可以多放一些。香茅切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切这个番茄。其实呢，番茄呢在搅拌器中是非常容易搅碎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都不需要把它切成太过小块。由于我们需要把红枣放在搅拌器里面搅拌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把红枣的种子取出来。最后呢，就是处理这个辣椒，新鲜辣椒。如果大家怕辣的话，可以不用放，或者是减少这种新鲜辣椒，因为新鲜辣椒呢会比辣椒干辣很多。如果大家不喜欢有种子的话，可以把辣椒的种子清理掉，或就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辣到自己的手。这时候呢，可以把辣椒的种子用水清理干净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材料放在搅拌器里面，让它搅拌均匀。当辣椒搅拌均匀之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调味料，就如黄姜粉。之后呢，就是糖，还有盐。同时呢，也把油加入一起搅拌。中途呢是要把这个搅拌器的盖打开，然后把旁边也刮下去，然后再继续搅拌。好了，这时候呢，辣椒已经搅拌均匀了。当平底锅煮热之后呢，就可以把油加入，然后就是把这个辣椒酱加进去一起煮。就这样一直煮大概5分钟左右。当我们看到这油已经变成红色之后呢，就代表已经差不多煮好了。
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煮这个椰浆饭。所用的色素都是自然色素，比如姜黄粉、绿茶粉等等。把色素跟米放在一起，然后加上椰浆，再混合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放去蒸了。由于我这个示范是给自己一个人吃的，所以分量也不会太多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去蒸。至于蓝色方面，我用的就是蓝色的花。先把蓝色的花放在热水里面，好让蓝色色素释放出来，之后再把它和椰浆混合起来。当椰浆还有米都混合均匀之后，就可以把它放进蒸炉里面去蒸。大概蒸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。这个时候准备一张保鲜膜，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面。其实任何容器可以用来整形的都可以。然后再把蒸好的饭倒进去整形，主要是把它压成一个方形就好了。压好之后，饭团呢就把它切块，切成小块。如果发现形状不规矩的话，可以再把它按压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所有的饭压成方形，然后切块。好了，这素食的椰浆饭呢，已经可以上菜了。加入一些花生或者一些坚果，把三把也加上去，然后就是依个人口味加入咸蛋还有鸡蛋，最后当然少不了的就是黄瓜。好，今天的这一道素食的椰浆饭就已经做好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就给我点个赞，还有订阅这个频道，还有分享给朋友。如果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好，这影片就到这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